江兰女士，肾源中心刚来消息，您弟弟配型结果出来了，匹配上了。知道了，麻烦您了。手术费差30万，10天内不交上的话，名额就交给下一位了。知道了，10天内我一定交上。咦，什么破车，脏死了！谁啊？谁敢呲小爷水？赶紧给小爷滚出来道歉！管不住不听话的手，正好我帮你洗洗。你这死女人，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敢惹小爷我，你青瓷，闭嘴！你就是老王介绍的江兰江女士吧？嗯，是我。我记得你说这一趟要让送的是人。没错，我要让你送的人就是这小子，我孙子陆星驰，需要你帮忙带他穿越无人区到边境，到时他表哥会在那儿接他。你看你这边什么时候能出发？明天就可以，但委托费30万。1分不能少。什么？30万？总路程就1000多公里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是不是没听说过无人区？要是不怕死，尽管找别人。我怎么没听说？不就是人烟稀少了点，吓唬谁呢？你不就是想装神弄鬼多坑点钱？我告诉你，我才不会上你这个当！够了，你少说2句，对人家江女士尊重点。爷爷，放心，江女士，30万我1分都不会少。定金，出发时让星驰给你，人送到后，尾款不会拖欠你1秒。好，明早5点，城郊汽修点集合。走吧。爷爷，司机多的是，难道就只能找他？那女的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，车还破成那样，您不会是被骗了吧？他跑过8趟戈壁，无意失手，3道沟子的路，闭着眼都能看。如果连他都不行，那就没人能送得了你。真的假的？不会是吹的吧？他真能靠谱吗？上车。我想了一晚上，这事儿还是不行。你女司机，就算是退役特种兵，车技又能好到哪儿？况且你车还这么烂，要是走半道车坏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不行，我爷爷肯定被你忽悠了，我不跟你走。陆大少是觉得我连自己吃饭的家伙都不会修？就你，得了吧，你就是个司机，还是个女司机，你能会修车？修的还是越野车？我不会修，难道你会？我再怎么样也是玩过赛车的，肯定比你强。哦，那陆大少这么厉害，难道看不出来你所谓的破车加高过底盘，还给轮胎换过2层钢丝帘？那又怎样？谁知道你乱加的东西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你试试就知道了。上车。你一个大高个儿怎么这么磨叽？到底走不走？不走，我现在回去，定金不退。你走就走，但我提前说好，你要是把我带沟里去，我爷爷可饶不了你。钱呢？10万在卡里了，要是路上出半点差错，我爷爷1分尾款都不会再给你。现在好好听清楚我的每一句话。上我的车有3条规矩：第一，目的地确定后不可更改；第二，全程路线我来定，你别管；第三，不要圣母心发烂，你的善良在戈壁毫无用处。记住，我不说第2遍。知道了。这身衣服明天就会变黑，你带外套了没有？带了一件大衣。晚上换上，戈壁能冻死人。我又不是白痴，饿了会吃饭，渴了会喝水，冷了知道穿衣，不用你管这么宽。这什
什么路啊，颠得我胃疼。你们平时跑线都遭这罪，我真不知道我爷爷怎么想的，找谁不好找你送，跟个闷葫芦似的，还整什么3条规则？你以为训新兵呢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我？省点力气吧，话说多了浪费水。小爷，我连瓶水都不能多喝了。你的水只有10瓶，其他都是我的，水没了我不管。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谁呀，这么缺德？大马路上放什么杆子？你干嘛呢？突然刹车，好歹也打声招呼啊！你瞎啊？没看到前面有人，在车上等着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下去。嘿，你还命令上小爷我了？有过路。2个人。下来。刚那恐怖老奶是谁？长得这么吓人，还直勾勾看着我，咦，瘆人的慌。不过我刚看到了，你给他钱了？给了800，我不报销，钱算在你的路费上。什么800？一个拦路的死老太婆，你给800？你这不是被宰了吗？这老太婆居然敢拦路劫财，光天化日的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收起你那不值钱的正义感，这里是无人区，王法管不着。你愿意当冤大头就当，但那是你要给他的过路费，凭什么算在我头上？喂，问你话呢，怎么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了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真的很吵？你居然敢嫌弃小爷我！闭嘴！走这条路就得按这条路的规矩走。我真是搞不懂你，你这车都破成啥了，舍不得修？那800块说递就递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换作是我，平白无故被人拦路要钱，半分都不会给。这分明就是地头蛇在敲诈，在勒索。废话怎么这么多？无聊就去数羊睡觉。我算是知道，怪不得跑这么多次都没事，原来是怂包一个。师傅，停一下！师傅，事情好，停一下！我们自驾遇上丽匪了，整车东西全被抢了，车子也砸烂了。救救我的孩子！孩子烧得浑身滚烫，快没命了！求求你们烧我们一段吧！停下，快停下！你没听到吗？他们遇到丽匪了，还有个生病快死的小孩，这种时候怎么能置之不理？江兰，你到底有没有同理心？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摆在你面前，你居然视而不见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坐好，这里是无人区，圈套层出不穷，随便停车就等于自投罗网。圈套，就算有坏人，谁会拿亲生小孩子的命来演戏？我看你就是自私自利，贪生惜命。生而为人，你连最基本的善心和道德都没有。你再啰嗦一句，我现在就把你扔下车，自己跟那帮想害人的家伙玩去。要不是你爷爷那30万，我管你死在哪个沟里。妈的，哭得我嗓子都哑了，居然连停都不带停的，这娘们是铁石心肠还是压根儿不是人？花婆那老太婆可说了，车上那小子油水厚的能淌出一条河来，一票够吃3年的买卖，傻子才放他走。我就问你，刚才那家人抱着发烧的小孩，你真忍心开走？万一孩子烧出脑炎成了傻子，一个家庭就毁了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良心在无人处，
救不了命。歪理！刚才那老太太讹你800块，你二话不说就给了。落难的人求助你，反倒当缩头乌龟，你就是欺软怕硬。我爷爷还夸你可靠，我看你眼里就那30万的酬劳，就是见钱眼开。闭嘴！不想惹祸上身就听我的。听你的，眼睁睁见死不救。江兰，你这就是活生生的畜生行为。看来你是听不懂人话了。我最后警告你，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扔下车。休整半小时，减震有异响，你待在车上别乱走。我去上个厕所。装什么深沉？跟你说话跟空气说似的，还说什么不想惹祸上身？我看你就是胆小，见着人就躲，碰见事儿就缩。我爷爷还说你是专业的，什么退役特种兵，退役特种兵见着发烧的小孩也跑。小伙子，救命！我们车没油了，孩子烧的直哭，药也全丢了。我们追了你们一路，求你借点油和脱伤药，日后一定加倍还你。小伙子，现在风大，孩子不能再受凉了。先别出声，我同行的人不好说话，我偷偷拿给你们。江兰，你个冷心冷肺的死女人，毫无同情心，不像小爷我，天生就是善良。人呢？这个蠢货！小伙子，你心肠太好了。今天要是遇不到你，我们一家3口真要活活困死在这戈壁滩里了。太感谢了，大恩大德我们记一辈子。等走出这片无人区，我们夫妻俩一定登门重金答谢你。不用谢，谁出门没个落难的时候？这点油和药不值几个钱，能帮上孩子就行。快去给孩子用吧。水也给你们，孩子烧着得多喝水。对，孩子高烧一直不退，有了这特效药总算能降温了。你可真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啊！这油你们省着点用，水也别一下喝完了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要是让我那个同行发现我偷跑出来，又得……这鬼地方风怎么这么大？行了，药劲儿上来了。瞧瞧这一身名牌，还是花婆眼力好。这下咱们能坑波大的了。这油还真不少，哟呵，这油桶还挺沉。你说那小子是不是傻？咱们哭2声喊2句，他就屁颠把油和药都送过来了，要啥给啥，生怕咱们饿着渴着，连句再见都没等咱们说就自己倒了。这年头，这么懂事的肥行可真不多见了。恒哥那边怎么说？这单能拿多少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先弄回去再说。真是瞎插，也太好骗了。方向后面有人追上来了，速度很快，不是路过的，是冲着咱们来的。该死！3更半夜的哪来这么快的车？不会是跟这小子同行的那个女人吧？他怎么追上来的？咱们跑了这么久，
这人是疯了吗？要命了！硕哥，既然追上来了，那不然我们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弄了他。好，该我们的事儿，那就尝尝后果。下车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哪来的臭娘们儿？大半夜的追着老子不放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识相的赶紧滚！再多管闲事儿，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找死！这娘们儿，给老娘去死！车里那个是我的货，碰我的货就是碰我的人。再纠缠，我不介意用你们的工具处理你们的伤口。还好，脉搏正常，就是被迷晕了，没什么大碍。人虽然喘了点，但好在运气不错。头好疼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疼就对了，正好让你长长记性。就算脑子不长，身体上的痛总能记住吧。江兰，就因为我不听你的命令私自下车，你下手至于这么重吗？你发什么疯？弄晕你的不是我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这荒山野岭除了你还有第二个人吗？昨晚那对夫妻那么可怜，那么懂感恩，怎么可能害我？他们连碰都没碰我一下。你就是记仇，你记恨我不听你的命令，私自去帮忙，所以你趁我不注意，从后面下狠手把我弄晕，故意报复我，惩罚我，对不对？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那迷药泡坏了？我要是想弄死你，用得着等天黑？半路上把你往沟里一扔，谁找得到你？哼，我很清醒。江兰，你就是个冷血动物。别人求救你视而不见，我做点善事你还要背后下黑手。在你眼里，除了我爷爷给的那30万酬劳，根本没有别的东西。我爷爷真是看错你了。你还真相信那2个人是真心求救的？可笑！难道不是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比你有良心，我比你善良。我再晚到半分钟，你早被那对夫妻拖上车拉走了。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人是在我车上还是在他们车上？你觉得他们费那么大劲把你弄晕是想请你喝粥？你那所谓的良心差点把自己害死，你可真厉害啊！那对夫妻真是坏人。我要是真冷血，你现在就是他们车上的货了，还能坐这儿跟我嚷嚷？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那对夫妻真的是坏人？不会真是他救了我吧？地表温度超标，原地休整40分钟，给车降温。待在车上，不要乱跑，更不要靠近路边的荒坡。行，算你狠。凭什么听你的？真把自己当山大王了？总算清静了，车里闷得跟蒸笼似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咬我？江兰，江兰，救命！江兰，我出事了！你再不过来，我就真完了！别动，你这是？刚才有个黑蜘蛛咬我，这么大，咬完就跑了，我腿没知觉了。
你刚才没看到有蜘蛛吗？这种地方石头底下最容易藏毒虫，你坐下去之前都不看一眼，这么不小心。我没注意，你轻点儿。这是黑寡妇，有剧毒。那你倒是处理啊！坐着别动，我拿药箱。你别跑啊！别留我一个人！江兰，你快点儿！真没知觉了。轻点儿，轻点儿。黑寡妇蜘蛛毒素扩散极快，已经开始蔓延。我现在必须立刻划开伤口放血排毒，你先忍着点。你可别公报私仇，趁机使大劲儿故意整我啊！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别下车，就非要赶着去诛死？你要早说这儿有毒蜘蛛，我脚都不会挨地面。我不认识那玩意儿长什么样。江兰，你可一定要救我，我还不想死。哪回不是我给你擦屁股？你爷爷那30万定金花出去了，退不了，亏本买卖谁干？你轻点儿，疼。下次再乱跑，自己爬回来找我。你先睡一会儿吧，有点发烧了，别乱动。醒了，你怎么不推开我？你烧的说胡话，推一下就喊一声妈，烦死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怎么会喊你妈？那谁知道呢？喊的还挺大声，抱着我胳膊边蹭边喊妈，我难受。你是一点不记得啦？你肯定听错了，大半夜的，你开车开迷糊了。谢谢。能动了就赶紧起来，别指望我再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你。对不起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你添的麻烦还少，知道错了以后就管好自己，别再给我搞事儿。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你一共带过几个？一共没几个，你就排第一。那我不是还能进步吗？反正谢了。那个，我帮你收拾吧。你叠的是绷带还是馒头？第一次叠，凑合看吧。不愧是大少爷，平常根本就不用自己整理这些东西吧？你在营地待着，我去找点吃的。我和你一起去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多一个陆星鼠只会需要我照顾。我明明也能帮忙的。快看，有只鸡，快追！别动，硬追追不上。你往右边绕，我堵左边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用石头就能拦截，你还有什么不会的？
走戈壁的人，活命和保护都是基本功。你昨晚一夜没睡？睡了一会儿。你先吃。你要是想吃我的肉，回去就得加钱。加多少？300。一条鸡腿300，你抢钱啊？别，加，300就300，回去找我爷爷报。不过说真的，这杀鸡烤的真不错。我一直想问，你为什么要待在这种地方？开个破车到处跑，又危险又辛苦。我弟弟在这片戈壁出的事儿，3年前他来这边支交，撞上了一伙人，被摘了一颗肾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靠机器吊命。那些人抓到了吗？没有，所以我留在这儿。我爸妈走得早，我是爷爷带大的。这次去边境是要带一个文件给我舅舅，说是我父亲留下的。添进去，火小了。你怕火吗？谁怕了？手没来及收而已。你那弟弟叫什么名字？江雨，岛屿的屿。这名字还挺好听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别问了，拿包上车。到底是谁啊？别废话，快走！不好，麻烦找来了。谁叫他们了？今晚先在这儿休着，天亮之前他们找不到这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往西那条路是死的，他们开进去发现没路，自然会掉头。江兰，之前在路边那对夫妻，是我非要停下来帮忙，还骂你冷血。现在我承认，那俩人演的确实挺像，但正常人谁分得清啊？你又没提前跟我说那是圈套。西边有3台越野车在疫情上，是黑石帮追过来的。怎么会追这么快？我们不是绕了路吗？沿途补给站全是他们的眼线，你一身城里人的穿搭打扮，走到哪儿都显眼。上车，往西北峡谷走。我之前在那儿布了绳索路障。把前面那车截住，抓活的！那女的要是敢碍事，一并给老子收拾了！还好你提前留了后手，不然今天真要被他们堵在这儿了。峡谷只能挡他们一时，等他们撞开路障，还会追上来。天亮之前必须拉开距离。不是吧？还能追上来？江兰，你怎么还在开车啊？不会一晚上没睡吧？废话，不开车怎么带你这个小少爷逃出来？凶什么？我是在关心你。那是什么？是黑针锋！
前面有废弃窑洞，先躲进去。我现在想想，从计划到现在，净出事儿，铁杆子老太、假夫妻、毒蜘蛛。我那会儿还觉得你是小题大做，现在回过味儿来，你说的那些话好像都对。但我越想越不对劲儿。你明明知道这一路上什么坑什么雷都门儿清，你哪怕多说一句后面有诈或者石头底下有毒虫，我能把自己搭进去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之前那些事儿是我不好了，可你就没错吗？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我还能有这些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道歉？我跟你道歉，我是不是在出发前就跟你说了3条规矩？目的地不改，路线我来定，别圣母心散大烂。你听进去哪一条了？陆星驰，我不是你爷爷，不会把饭嚼碎了喂到你嘴边。这戈壁滩上每一块石头底下都有东西，我不可能蹲下来一个一个指给你看。想活着走出去，你就得学会自己看路。先把人活着送到了再说，到了绥远跟着你表哥他们，就不用担心受怕了。我表哥和舅舅人很好，等见了面，他们肯定会好好谢你。他们在边境经营这么多年，背后的势力大得很，黑石帮绝对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。黑石帮连陆氏集团的面子都不给，敢在无人区穷追不舍，背后要是没你那个舅舅的默许，他们哪来的胆子？江兰，你快看，这里怎么埋着个破箱子？怎么了？这箱子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几年前失踪的公益越野运输队，他们查到了戈壁器官黑市的运输线索，拿到了关键证据，但是没等走出无人区就全队失联。难道又是黑石帮干的？黑石帮就是群收钱办事的匪类，没这么大本事能悄无声息截杀正规越野队，背后肯定有更大的保护伞。不说这个了，赶紧把车挖出来。污人，当年查到什么程度了？查到了运输路线，还锁定了收货方的暗号，但完整记录跟着他们的车一起消失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弟弟来这边支交之前，跟那支越野队有过联系。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姐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。”第2天人就出事了。疼就别逞强，让我来。就许你一个人干活，我是少爷，又不是废物。江兰，你看，他们又追上来了。上车！他们怎么总能找到我们？你不是说甩掉了吗？你这身衣服黄沙里一埋，挖出来还是亮。他们在高处一眼就能看见，你那个大行李箱里就没有普通一点的意义吗？那个灯怎么变红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没油了。那我们的备用油桶呢？前几天不知道被哪个大圣母送给那对假夫妻了。我当时又不知道。往西北7公里有个补给点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？这点油能撑到吗？撑不到也得撑，推也得推过去。哎呀，2位赶路辛苦了，快进屋喝口水歇一歇。在这戈壁滩开车都邪性的很，不知道有多少危险呢。不如在小店住一晚，明天天亮再走。不用了，我们行程紧，加满油立刻就走。哎，好嘞，那听您的。
一男一女，女的看着像当兵的，男的穿着一身名牌，一看就是大飞富家大少爷。对对对，您赶紧带兄弟们过来，别让肉票跑了。江兰，这个人不对劲儿，他刚才躲在后院偷偷摸摸打电话，看我们的眼神跟看猎物一样，绝对没安好心。听着，加完油你立刻坐回副驾驶，把车门全部锁死。等会儿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听见什么声音，你都绝对不许下来，听明白没有？别慌，马上就到随院了。等见了舅舅和表哥，这些立马再好，也绝对不敢跟舅舅的势力叫板。把陆家小子交出来，就放你这个女兵走，不然，今天你们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个油站。这年头还真有不怕死的，一个娘们儿拿把水果刀就想挡路。识相的赶紧把路让开，我心情好，还能留一条全尸，不然就是找死！江兰，你后面，车旁边那个人举着棍子，小心后面！抓好扶手，别松手，我带你冲出去！你傻呀？你为什么不躲？谁让你替我挡了？我喊你小心是让你躲，不是让你扑过来挨打。你一个退役特种兵，连躲都不会躲吗？没事，皮肉伤而已，赶紧坐好。都成这样了，还叫皮肉伤？回头要是留了疤，我可不负责。没让你负责，快点坐好。这什么地方？怎么这么破？废弃的矿区，里面路况复杂，容易甩人。是活矿啊！他们怎么会有枪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里是早年非法器官交易的集中卷窝点。器官黑市。3年前，我弟弟江云在正规医院拿到了匹配金，可在灵动手术前，肾源凭空消失。我顺着黑市运输线查了整整3年，最后的线索就断在这座矿区。我当年出巨资买走我弟弟肾源的背后金主，很有可能就是你那个在绥远只手遮天的舅舅陆明远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舅舅做的是正经药材生意，他平常连一只流浪狗都舍不得打，人特别和善，他怎么可能跟杀人割肾的黑市扯上关系？一定是有人眼红陆家，故意冒用他的名声陷害他。下车，拿好包，跟我躲进矿洞。等我把你送到了绥远，真相到底是什么样，你用你自己的眼睛慢慢去看。江兰，别动，别往下看，看我也行，看上面也行，别低头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脚底下不知道什么时候空了。废话留着等会儿说，你只管别松手就行。我拉你上来。你肩膀，刚才拉我的时候又崩开了，再流血，比之前严重了。别逞强了，你自己弄不好，我来帮你弄吧。你会？你连碘伏盖子都拧了半天。我就算没吃过猪肉，也总见过猪跑啊。总比你用牙咬着勒要强吧？你当自己是野狼啊？好吗？你给绷带打蝴蝶结？结实就行，蝴蝶结怎么了？那说明我用心了，解的时候也方便。刚才谢了。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地方真邪门。江兰，你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？找到了，果然是这里。当年正规捐献渠道的肾源，就是从这儿被黑市强行劫走的。收件的落款方陆明远。不对，这根本不是我舅舅的私章，连落款的笔迹和录事的习惯都不对。江兰，会不会是你报仇心切搞错了？我舅舅是正经商人，真的不是这种丧心病狂的人。是不是他？等到了随愿，自然会有答案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先离开这。这件事肯定和陆明远脱不了干系，但跟一个从小被保护在象牙塔里的少爷争辩，只会浪费口舌。我的任务是拿钱送人，至于血债，我自己去讨，没必要拉上这个毫无防备的少爷。这管道通哪儿？矿区外围，出去就是戈壁。你进矿区前就知道有这条管道？地图上标的。怎么又是他们？偏偏走哪儿都甩不掉，像狗皮膏药一样。先躲那边。难道这一路上每次我以为甩掉了，其实根本就没甩掉？差不多就是。都成这样了还能开？这是我的宝贝车，还能撑。不小心烤焦了，你凑合吃吧。还行，没焦。你肩膀那伤，回头让血把车座弄脏了，我坐上去膈应。那你坐后面。后面堆的全是你的破烂，我怎么做？你要实在疼，后面越野箱好像还有止疼片，你自己找一下。我知道。我说真的，你那伤要是感染了，在这鬼地方找谁治？我自己会处理。以前当过特种兵就了不起啊，特种兵就不会感染了？路口有2道新鲜车辙，泥水没干，黑石帮那群人又摸过来了。这么紧咬着不放是暗恋我们吗？他们是喜欢你的钱，赶紧收拾东西上车。上车，别回头。这破车还能撑多久啊？油不多了，在加油站根本没加多少。不多了是多少？刚好够撑到前面的镇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破破烂烂。当地人叫荒沙镇，只要带够钱，油药假身份什么都能买到，正规地图上搜不到。绿匪、亡命徒、黑市中间人全在这儿扎堆。黄沙镇规矩，无路已不许进，给钱也没用。最近查得严。进去吧，规矩点儿，别惹事儿。你怎么会有这里的路引？我之前从来没见你拿出来过。之前戈壁拦路的那个老太婆，我花800块钱从她手里换的。早就料到荒沙镇关卡没路引进不来，提前留着备用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之前不知道。你不需要知道这个，只需要知道镇上全是盯着外来有钱人的主。下车前把金表项链全摘了，锁进储物箱，绝对不许露富。进去之后别跟陌生人搭话，全程跟在我身后半步，不许乱跑，听懂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真的蠢。
鹏哥，目标进镇了，外地改装越野车，车里那男的跟照片上一模一样。师傅，减震器坏了，帮我看看。坏的厉害不？一路颠过来的，后轮那边哐哐响。你再帮我查一下底盘有没有松。后减震漏油了，弹簧也吃不住力，跑长途得换一根。今天能换上吗？仓库有根旧的，型号对得上，就是锈了点，能顶一阵子。你着急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换。那行，现在就换吧。哟，哪来的城里小少爷？走，哥几个带你去喝2杯。不用了，让开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滚！我刚才买药的时候，听到药店老板躲后屋打电话，报了我们的车型和穿着，吓得我赶紧出来了。减震换好就行，其他别管了。加满油，我们连夜走。 2位贵客，荒沙镇镇长有请。今晚8点，请2位务必移步镇长府邸赴晚宴。镇长有一笔重要生意要和2位面谈。2位贵客远道而来，我这穷乡僻壤总算有了点贵气。今晚必须尽尽地主之谊，特别是这位小少爷，面生得很。 这周身通派的富贵气派，莫不是内地那只手遮天的陆家正牌继承人？听说边境这几条走私药材的肥线，背后可都跟陆家挂着钩呢。镇长真是说笑的，我们不过是跑戈壁挣血汗钱的流民，中途车坏了，进镇做个补给。明天一早就得赶路，哪敢高攀什么内地豪门？明人不说暗话，黑石帮的老大说，有人开了500万悬赏，要这位陆家小少爷。 你要是心甘情愿把人交出来，这笔赏金咱们对半分，250万，1分不少你的。500万对半分，确实不是小数目。我跑戈壁跑1整年，也挣不到这个数目。那是自然，荒沙镇地界我说了算，你只要点头，今晚人留在我府里，明天一早钱直接打你账户，绝对没人敢走漏风声。可以，但我有条件，钱先到账，人我再留。而且我只负责把人留下，黑石帮后续的事，我一概不沾手。哈哈哈，痛快！ 就按你说的办。香兰，你怎么？他真的要卖我？不对，这一路他连命都不要的护着我，不可能为了钱卖我。他一定是在演戏，对，他绝对是在拖延时间。可万一这才是真实的他呢？别站着了，歇会儿。不用你管，反正明天你就把我卖了换钱了。真觉得镇长会老老实实跟我分500万？我那是缓兵之计。他盯上的是你包里那份文件，今晚肯定会派人过来偷。那你刚才跟镇长谈条件的时候演的跟真的一样，我差点以为你真要把我卖了。 谁派你来的？想偷什么？是镇长让我来的。他跟黑石帮的老大早就谈好了，天一亮就把你们俩命运交过去，500万赎金2加分。他让我偷了文件毁证据，根本没打算给你分钱。玉霞饶命！别出声，镇长没打算逾越，这里是贼窝。拿上背包，马上走。可镇长说夜里12点之后镇门全锁死了，我们怎么出去？锁死了就撞开，先翻墙出去，到修车铺取车，直接冲塔出镇。 人跑了，往后院退！姓江的，真当我们镇长会信你那套鬼话？跑！里面的臭娘们听着，
把陆家的小子乖乖交出来！镇长发话，可以放你这个女人一条生路。然，今天你们2个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黄沙镇。听我说，报警，站在这儿别动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别出来。记住，你的命比你想象的值钱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非要抓你不可的原因。你又要一个人冲出去，你上次受的伤还没好利索，你肩上的口子还在往外渗血，你不能每次都我不去了，咱俩都得死。待会儿我让你跑的时候，你只管跑，别回头看我。找死！兄弟们，上！厅长，等一下我去抢车钥匙，你立刻跑到驾驶位，发动车子等我。听到没有？听见了。你就不能小心点吗？接住！上车！朋友们，放出去！车废了，汽车进林子。糟了，我爷爷给我的那份文件不见了，刚才跑的时候肯定从包里滑出去了。追兵几分钟就到，不能回去找。什么文件比命还重要？我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，但我爷爷反复叮嘱过让我贴身收好，说关系到陆家的命脉，绝对不能丢，就算自投罗网我也得找回来。江兰，你要是怕危险可以先走，我自己回去找。闭嘴，分头找，快！耽误半分钟都可能被围住。拿着防身跟紧我，不准再乱跑。江兰，快上车！星慈表弟，别躲了，跟我回去吧。这是陆恒的声音，恒哥，怎么会是他？他可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。居然是来抓我的！星慈啊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爷爷让你带的东西在包里吧？交出来，我让你走。陆皇，连陆明远都不敢动老子的商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耽误了上面的大生意，你们去不了兜着走，滚！老头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让开，我不为难你。为难我？你为难得起吗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上面盖的是谁的章？这套货是上面指明要的，你要是耽误了，别说你这身皮保不住，你爹陆明远也得跟着你遭殃。妈的！撤！去林子里搜，都给我滚去林子里！怎么会是恒哥？他从小带着我长大，我们一起爬树，一起放风筝，他替我挨过我爸的打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一定是有人带坏了他。他从小性格软，耳根子软，肯定是跟了坏人学坏了。等我到了随院见到舅舅，我一定要告诉舅舅，让舅舅好好管管他。你舅舅？对，舅舅最疼我，也最管得住恒哥。只要舅舅发话，恒哥肯定不敢再干这种事儿。小陆少爷，你一门心思去随院投奔你舅舅，那是往阎王殿里送。你表哥今天来抓你，说不定就是你舅舅下的命令。你胡说！我舅舅不是那种人，他从小教我读书识字，教我做人的道理。他要是知道我表哥在外面干这种事，一定比我更生气。他一定会把恒哥捆起来，狠狠教训一顿。你根本不知道我舅舅是什么人。年轻人，你舅舅在你面前戴了20多年的面具，我说再多你也不信。真相就在随远，到了地方你自己睁大眼睛看。等到了随远，只要见到舅舅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舅舅肯定会帮我教训恒哥的。先喝口水，
见了你舅舅，亲眼看看再说。新慈啊，到哪儿了？舅舅都等急了，路上安不安全？有没有遇到麻烦？舅舅，我没事，就是路上不太平。刚才在胡杨林外面，恒哥带着一帮人拿枪堵我，表哥他居然想抓我。什么？你说你恒哥这个逆子，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动我外甥。你放心，舅舅回头一定打断他的腿，让他知道天高地厚。舅舅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恒哥肯定是被人带坏了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不管谁带坏的，敢动我陆明远的外甥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你放心，等你到了绥远，我亲自押着他给你赔罪。你现在在哪儿？身边有没有靠得住的人？我跟一支边境商队一起走，负责人姓沈，人挺好的。刚才多亏他们帮忙甩掉了恒哥的人。我们现在正往野牛峡方向走，大概还有2天就能到绥远了。野牛峡，好，舅舅知道了。你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绥远给舅舅打电话，我亲自去接你。至于你恒哥的事，你别操心了，舅舅来处理。你干什么？我舅舅说了要帮我教训恒哥，他说恒哥是自作主张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你刚才报了路线、位置、商队信息，全告诉他了。那是我舅舅，他站在我这边。他嘴上说要教训你表哥，可你表哥今晚带的人、用的枪、喊的话，你觉得要是背后没有你舅舅撑腰，他敢这样？我舅舅说了，那不是他安排的。他说是恒哥自作主张。你不能因为矿区账册上有个名字就把所有脏水都泼他头上。他刚才亲口说要打断恒哥的腿。你舅舅嘴上的话，比账册上的签名更可信。把陆家小子交出来，剩下的人滚蛋！今天要是不交人，全得埋在这儿。老子这是正规红头商队，上面盖着大红章的，你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就等于动上面的盘子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吃不吃得消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走野牛峡？舅舅他不会的，他电话里只是问了一句：“别想这个了，人都堵到头顶上了，你想什么都没用。拿着这个，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都别松手。拿家伙，护住货！”他娘的，这帮孙子还真敢放枪！别露头，他们打不准。就连装一枪也够半天的。我跑这条线3年，从没出过事儿。刚进谷就被堵，摆明了有人提前报信儿。我们现在正往野牛峡方向走，大概还有2天就能到绥远了。野牛峡，好，舅舅知道了。难道真的是他？可他是我舅舅，他怎么可能？我应该只是误会。别愣着了，赶紧洗洗手。没受伤就好，身上没少块肉，没断根骨头，就这点擦伤，在路上忍一忍，1天半天的就自己长好了。你的车我让人挪出来了，右后轮爆了一个，我从货卡上拆了一条同型号的给你换上了。底盘我看了，没伤到要害，跑个几百公里没问题。谢了，沈老板。多少钱回头？别提钱，你们俩能平安到绥远比什么都强。往西南走废弃古道，偏是偏了点儿，力匪一般不去那边，能直通绥远外围。江兰，嗯，之前那些事是我不对，
不该不信，还跟你吵，对不起。你从小没接触过这些，不信很正常。正常什么？你明知道我在冤枉你，你还挡在我前面。不用完全照我说的做，我也没空每件事都盯着你解释一遍。但你自己多留个心眼，遇事别光靠那点冲动往前冲，想一想再做决定，比什么都管用。前面那段古道是碎石坡，坑多弯急，不认路的人踩错一步能把脚崴了。你确定还要赖在这儿发呆？上车。水不够了，接下来省着喝。天黑前找不到水源，只能夜里赶路。老沈不是有2车物资吗？出发前你怎么不让他匀点水？我看他车上东西可多了。我当时以为里面连做饭的锅都有。老沈那2车东西，一车是药材，一车是配件，都是他跑这条线要交的货。水他自己也不够，他那几辆车要跑的路比我们多3天，他匀给我，他那边的人就得省着喝。你早上都没怎么喝，你多喝点。我耐渴，没事。一人2口，轮流来，喝完再倒。行了，该你了。有点低烧。没事，就是热。什么没事儿？脱水了更麻烦。让你多想想再动，嘴硬，不是让你撑不住了还嘴硬，渴了就说话。知道了，以后说话。过来，这边有水。怎么了？踩到什么了？别动，脚放平，让我看看怎么回事。磨破了不早说，等感染化脓了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更走不了路。我自己擦擦就行，不用麻烦。坐好，让你别动就别动。你肩膀上的伤怎么样了？搬水箱的时候，我看你动作顿了一下。没事，皮肉伤而已，这几天已经在收口了，结的包都开始往下掉了，不碍事。你别硬撑，等找到落脚地方，我帮你换个药。你自己够不到后背，发炎了更麻烦。歇够了就上路，天黑前赶到下一处避风点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上车。外地的，迷路了。大叔，打听一下路，前面往绥远怎么走？前面路不好走，黑石帮最近只在边境转，专堵过路车。你们往南绕30里，有个清河镇，镇子小，但旅店、药店都有，能补东西。镇上安全吗？会不会遇到吏匪？镇上有边防点，吏匪不敢明着闹，但你们外来的少说话，少漏财。小心点总没错。顺着这条土路一直走，看见白杨树就往南拐。去清河镇休整几天，你脚上的伤不能再颠，越野耗材也得补。清河镇待多久？看情况，补完东西你脚消肿就走。江兰，等我到了舅舅那儿，我一定让他帮你查你弟弟的事儿。陆家的人脉广，真有人犯了事，肯定能挖出来。
我查了3年，所有线索最后都指向陆明远。陆星驰说这话是真心的，可他不知道，他舅舅就是我要查的那个人。前面就是清河镇，应该是。坐好，进镇前我开慢点看看情况。2间房挨着的，一间30，押金20，钥匙门框上挂着。你住这间，我住隔壁，分头采购。你买干粮和水，我去药店，40分钟后碰头。买多少？够3天的量。记住，路上别跟人搭话。姑娘买这么多是干嘛的？以前没在镇子里见过你啊。跟着商队的游客路过补货。上面说了，盯紧外来的年轻人，尤其城里穿得好的那种。陆家那个少爷在道上跑着，窜到咱们地盘上，恒哥那边可有赏。放心，镇口几家铺子都交代过了，见着生面孔就报。那少爷一身白净皮肉，想藏都藏不住。小伙子外地来的，面生啊。杂货铺里有人说，镇子在盯外地年轻人，还提到陆恒在追一个姓陆的少爷。药店老板也有问题，他数钱时往门外瞟，外面街角有人晃了一下。药店老板也是眼线。镇上有人盯梢，我们刚到就被锁定了。连夜走？不走，走了反而坐实身份，先住着，装作不知道，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楼下有人，他看见我们了。刚才店里买药时，老板多看了我2眼，我怕他没安好心。你要是不怕，陪我跑一趟。走吧，一起。这是干什么？明天办收药材的药商，你是少东家，我是你雇的大夫，负责验货。这样像吗？少说话，多摆架子就行。老板，最近有没有收到甘草？有是有，但是不多。这都泛白了，陈货吧？水分大了，压秤用的。老板，你这价报不上去啊。那你们再转转。不够粗，药效打折扣。3成价。两位是收药材的，我看你们转了一上午了。你是哪家的？隔壁药店，我姓陈，我这儿有批好货，锁阳和肉苁蓉，品相不错，要不要看看？先看货再说，价不合适不收。那是自然，后院请。两位家里做什么生意的？跑这么远收药？家里做药材批发的，出来考察半个月。你们这边货品相一般，价还不低，价钱好商量嘛。两位镇上住几天？
看货怎么样？不行，明天就走。这批不行，再看看别家。昨天买药，今天收药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认出你了？认出来了，但拿不准，还没报信儿。走吧，趁他犹豫，多走几下。我会放哪个东西？怎么了？包被翻过，东西没了。我爸留下的那份文件被人偷了。别声张，是我提前换过了。真文件在越野香案搁里，信封里装的是一份假的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怎么不跟我说啊？昨晚你睡着以后准备的，不跟你说是因为你知道了，反应就不对了。你脸上藏不住事儿，我需要你从头到尾都觉得那文件是真的。偷走的那份假文件上写着陆如家3天后会派大队人马到镇外接应。所以眼线偷走的只是你放的饵，你连我都瞒着，刚才吓死我，以为东西真丢了。他们拿到假消息一定往上汇报。陆，对方会把注意力放在镇外的接应队上，我们正好趁这个空档走。你居然提前准备好了假的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今天照常出门逛药材铺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现，晚上连夜走。文件拿到了，内容说陆家3天后会派大队人马到镇外接援。对，我确认过了，没被发现。他们现在应该报上去了吧？会报的，今晚收拾东西，天彻底黑透就走。消息给陆总传过去了，他怎么说？传了，但陆总那边回话不对，他让人传话回来，只说了2个字：假的。假的？什么意思？陆总自己就是来接应的人，有没有安排接应队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原话是：有人耍他，让他白跑一趟，让我天亮之前必须把人按住，他派人过来接。那咱们现在别等了，陆总的人这会儿怕是已经摸过来了，先把人盯住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谁让你盯我们的？偷的文件传给谁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别！我说，陆明远，是陆总吩咐的，让我们盯着外来的年轻少爷，找到就扣下，等黑石帮的人来接。文件就是他指明要的。别倒，我已经全说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谁让你盯着我？陆总，陆明远。我舅舅让你把我扣下来，等着黑石帮的人来领。他是我亲舅舅，从小带我长大的亲舅舅。那2个人呢？我小的时候，我爸就没了，是我舅舅带着我满院子跑，教我认草药、认账本、认陆家那些关系。我一直觉得他是家里最靠得住的人。他藏了这么多年，自然不会让你看出来。
刚才土屋里药店老板说舅舅要扣下我，胡耀林外面横哥又带着人来堵我，一个是我亲舅舅，一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。我跑了这么多天，他们每一通电话，每一次拦截，都是在把我往坑里推。我居然到现在才醒。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一直兜着，我早就自己送到他们面前去了。拿了陆建华的钱，护你周全应该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换成其他人，我未必会搭进去这么多。可你现在明明知道我舅舅和表哥都要害我，还把我往随玉送。我接的任务是把你送到绥远，全款没到手之前不会半路扔下你。但既然现在你舅舅和表哥都要你的命，到了外围我会联系陆建华的人接手，在那之前我不会让你出事。而且我弟弟当年出事那条线也指向绥远方向，这一趟我本来就要走。后面有一辆黑车一直跟着我们。看到了，坐稳。这里就是我舅舅的地盘，看着挺气派，怎么总觉得路上的人在看我们？他经营10几年，眼线遍地，咱们分头行动。你以陆家少爷身份去见他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假意投靠他接手生意。我开个小诊所，从病人那边挖黑市线索。文件打算怎么办？你爷爷让你带的。不给了，你替我收着。他现在想要我的命，这文件给了他等于白送。我爷爷那边我回头再解释。行，他问起来就说路上弄丢了，别再多提。他要是对我起疑心，我怕我撑不住。有事发信息，我随时能到。多听少说，别露破绽。对了，见到他记得提一句尾款，按约定人送到就结剩下20万。行，一个人也小心。您是陆兴旭先生吧？刚才陆总特意吩咐过了，说您到了直接上去就行，他在2楼等您。星慈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路上辛苦了吧？舅舅，你这儿往外租？是啊，之前是个赤脚大夫干的，上月回家了。你想租，看你不像行医的本地人。部队练的战地急救，外伤轻妄、倒枪坑、戈壁毒虫咬伤都能处理，没正经行医资格证就开个小铺子接点杂活，不惹事儿。多少钱一个月？300，押一付一。租1个月。姑娘胆子大啊，这条街上的铺子没点背景可开不久。开的久不久，看本事。街尾新开了个诊所，女医生面生，不是镇上人。大夫，你救救他吧！工地干活摔的，大医院要押金太多，我们实在拿不出。摔的？对，从架子上摔下来，磕到铁皮了。3天换1次药，别沾水。多谢大夫，你是外来的吧？在这儿行医小心点，别多问，别多管闲事。怎么，镇上还有人敢动刀伤人？忙了一天没吃饭吧？街口买的羊肉面还热着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见着我舅舅了，很热情。他让我明天跟着去城郊药材仓库查账，估计是想摸我的底。今天接了个病人，刀伤，走之前留了这个。黑窑子在哪？不知道，但病人不敢说，说明这地方就在镇上。你明天去仓库，路上留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废弃厂区或者工地。对了，今天见舅舅的时候，他问我文件的事儿了。我告诉他文件在路上弄丢了，他听完脸色变了一下，但没追着问。他没问你在哪儿丢的，谁跟的你？问了，我说是进镇之前被一伙人劫了道，后来甩掉了，文件塞在包里，混着其他东西掉了，我也没翻到。他听完笑了下，说没事儿，人到了就好。他这么说，说明信你还没起疑，但你也别太松。他缓这一手，后面一定有别的动作。明天仓库那边我多留个心眼。星慈啊，你爸走得早，
舅舅一直盼着你过来帮你。这些药材生意都是小打小闹，等你熟了，边境货运全交给你。谢谢舅舅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后院堆的陈货，霉味重，别往那边去。走走，舅舅带你去吃饭。好。尾款我让舅舅下午打过去了，你收到了吧？刚到，正好给我弟交手术费，医院那边能正式排期了。我今天下午在药材仓库看到，后院铁门双锁，门口2人把守，不像存药材的地方。我听见里面有动静。黑窑子应该就是这儿，表面仓库，背地里很可能是非法配型的点。慢点画，先喝水。今天工作1天了。后院你明天别靠近，太明显容易露馅儿。我在外面找找有没有后门能摸进去。你小心点儿，那地方看着就不对劲。又来一个，这镇上的人白天看着都挺正常，一到晚上就往我诊所门口送。这是谁？怎么伤成这样？昨晚在后巷捡的，曲肾伤口，缝合粗糙，严重感染，刚退烧，还没醒。我叫李达，是外地来打工的。有人跟我说城郊药材仓库有快钱赚，我跟着去了。刚进门就被人按倒麻晕了，醒过来腰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身上少了东西，半毛钱都没见着。他们还说敢往外说就灭口。里面什么样？里面关了好多人，有骗过去的，也有硬绑来的。上头有个大老板，陆总，底下人都恭恭敬敬叫他陆总，没人敢惹。我是趁后半夜换班翻后院墙逃出来的，一路跑了一整夜不敢停。你先休息，你这儿安全了。门口有人。知道了，别慌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例行检查，你是新来的？外伤包夹，没什么好查的。查了才知道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么大阵仗，舅舅让我来镇上调货，路过朋友这儿歇个脚。二位这是要把我朋友的地方翻一遍？陆少爷，误会误会，您朋友的地方哪敢动？李达在里面，在床上呢，天黑再送走。你一个人搬不动，我搭把手。江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老庄，又见面了，进去就不用了。上次你说有事儿可以找你帮忙，还算话吗？当然，江师傅需要我帮什么忙，我老庄在所不辞。有个人需要你帮我藏一下。放心，交在我身上。麻烦了。你说，我爷爷为什么让我专程跑这一趟？他要寄一份文件，快递托人带，哪样不行？非要让我这个没出过远门的人穿越整个戈壁送过来。他明知道我舅舅在这边经营10几年，眼线遍地。你爷爷目的不是让你送文件，是让你自己看，你父亲当年在查的事情查到了什么程度，为什么出事。你爷爷没法直接告诉你，他自己去捅这个疮疤，你未必信。但你亲手把这东西送到绥远来，路上遇到的事，你看到的人，你自己会想明白。
所以他让我送这份文件，是让我知道我父亲当年的死和陆明远有关。那你要打开文件看吗？等我想好了再说。今天还真得谢谢你。我是怕我舅舅的人真翻出什么来把你连累了，到时候谁送我回去？你别多想。星慈啊，舅舅看你能干，这趟去邻省的药材货运，你跟着跑一趟，熟悉路线，以后这些生意迟早都是你的。谢谢舅舅信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你舅舅那边怎么说？让我跟着跑一趟货运，说是熟悉路线，估计是想试我，看我是真心投靠还是来查他的。路上要是发现不对就掰断它，彩色粉末撒在戈壁滩上很显眼，顺着颜色我能找到你。货车货箱底部如果有什么异常，大概率是夹层，别硬来，记位置就行。你别开太晚，这条街晚上不太平。你管好自己就行了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司机师傅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货物好像有一样漏放的，待会儿在路边停一下，我再清点一下，看是哪一样吧。好的，少爷。作案工具果然藏在这里。那个戴口罩的医生，难道就是江鱼当年的主刀医生？仓库、运输线、交货点，连起来是条完整的链。这条线他们走了至少3年，没人发现。你刚才说白天看见一个医生，什么特征？30出头，戴口罩，取货的时候全程没跟我说话，但接货的人叫他陈星。我弟弟当年从正规渠道匹配到的肾源，被劫走做手术的时候，主刀医生就姓陈。手术失败后，那个人人间蒸发，查不到任何记录。别急，如果真是同一个人，这条线就一直在这儿跑，他跑不掉。我知道。静兰，你别走啊，外面冷。不会走。以前趴在桌上睡觉的只有我弟弟，现在是你。你这少爷脾气倒改了不少。什么狗屁大夫！我兄弟吃了你的药，上吐下泻3天了，今天不赔个10万8万，你这诊所别想开了。我这从来没给你兄弟看过病，故意找茬。找茬又怎么样？我劝你那只手伸出去之前，先回头看门口挂着那块牌子写的是什么。陆氏货装行的地盘上砸陆家人朋友的铺子，你脑袋上那2两肉是不是不想要啊？陆家的，走，陆家又怎么了？这片老子混了8年，还头一回被一块牌子吓，也就是看你年纪小，今天给陆家个面子，换个地方，别让老子再碰上你。你哥们儿是一只臭老鼠，那你是什么东西？滚！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在这条街上晃，我就让我舅舅把你们那摊子生意从货运单上划掉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听见里面吵得厉害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就喊我。分公司离这儿就隔2条街，跑过来用不了5分钟。
他原话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我的人你也敢动？”当着那女人的面说的。爸，要不要直接动手把人做掉？这个陈鑫躲了3年，现在在给陆明远跑货，这种人最怕什么？怕被人知道他还活着。那我约他出来，就说是私下想做配型。陈鑫这个人当年敢赚这种黑钱，说明他怕死也贪财。我去赌一把。你要做什么检查？配型还是术后养护？陈星是吧？我什么都不做。3年前市医院有个叫江瑜的病人，匹配好的肾源突然没了，这事儿你记得吗？你是谁？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我知道陆明远给了你20万，让你做这种勾当。你躲在这儿替他干这么多年，睡得好吗？20万，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走，说以后查到什么都跟我无关。可我这些年天天做噩梦，闭上眼就是手术台上那张脸。想找我，镇东救兽驿站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怕你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那你刚才砸窗户的时候就不能温柔点？玻璃碴子溅我一脖子。你就是江瑜的姐姐吧？像，太像了。手术记录、调换单据、转账凭证全在这儿。我留了3年没敢销毁，怕哪天被灭口的时候手里连个能换命的东西都没有。当初拿那20万的时候，我跟自己说就这一次，后来跑不掉了。陆明远把我的身份证、职业证全扣在手里，我跑出去就是个黑户，随便哪个环节被人举报就是非法行医、致人伤残，够判好几年的。我不走，至少在他眼皮底下能活着。走了，他随时能让人把我处理掉，随便往戈壁哪个坑里一埋，没人知道。你恨我是对的，这些年我每天半夜醒过来都觉得自己该遭报应。我可以出庭作证，不是想求你们原谅，是想把这些年欠的账还了，哪怕还1分是1分。好。陆明远的人已经发现你不见了，现在跟我们走。天亮前别开门。哭什么？喝点热水，凉了记得添水。3年了，给我全城搜那个姓陈的，活的找不回来，死的也行。诊所暂时关几天，陆明远现在肯定得全城搜人，下一步就该查到我头上了。公司我也不能回了，他今天派人来货运站问过我2次去向，已经起疑了。去老庄家，我联系了老沈，让他帮忙带信给边境警方，等他们部署好再收网。那边还有个空房间，你们快去吧。谢了。等这件事结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回戈壁护送人？江宇要是能醒，等江宇的事儿结束，我想申请做边境救助巡查。给边防补给站做外围支援，那些偏远路段的路况和暗线我比新人熟得多。那我陪你，陆家可以出资，我也可以过来搭把手。你那耳朵再不消下去，夜里都能当信号灯使了。风吹的。专吹你那耳朵。警方终于来了。证据链完整，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、组织器官交易3项构判了。但陆明远在边境经营10几年，关系网复杂，必须几个窝点同时端，不能跑一个人。药材仓库是配型点，货运线是运输链，镇西废弃砖窑是临时手术点，同时动手才能人赃并获。我可以回公司稳住他，行动开始前发信号，确保他跑不掉。不行，陆明远已经起疑了，你回去等于自投罗网。正因为他起疑，我回去他才放心。我跑了反而打草惊蛇，他以为我在他眼皮底下才会放松警惕。
你难得聪明一回。你又乱说，小爷我一直都这么聪明。信号笔在夹层最里面，仓库西北角有个通风口，出事了从那儿翻，别走正门，翻出去往北跑300米干河床，顺着走2公里就是木户后院，我在那儿等你。记下了，你说第2遍了。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？怕你出事打乱计划。那你手别抖。信号笔掰断了，立刻撤，别等。知道了，从来没见你这么紧张过。舅舅，前2天我出去转了转，没打招呼就走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舅舅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这几天镇上不太平，别到处乱跑。你刚来这边没多久，路也不熟，万一碰上个什么事儿，我跟你爷爷那边也不好交代。知道了，舅舅，以后出去提前跟你说一声。你疯了！外面全是眼线，刚才巷口那边北还蹲着2个人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明早行动，万一有擦伤，这个止血快，比普通绷带管用。信号笔带好了没有？别放桌上，贴身放里。青兰，等明天结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警方行动，所有人原地蹲下，双手抱头。重复1遍，所有人原地蹲下。好小子，我秦万顺早就怀疑你了，现在居然联合警察来抓我！你爸当年挡我的路，我没办法才动的手。倒好，他还能坏我的事儿？你害我爸的时候想过他是你姐夫吗？想过我奶奶哭成谁样吗？抓你是警方的事，我不过是把你引进你自己的仓库里，让你自己走进来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在墙后面蹲了多久？你刚才那一下要是慢半秒，我这脑袋就被他拖出去了。怕你被人一枪崩了，影响收网。我从你进仓库门的时候就在墙头了，他拔枪之前我针管都拧开了。你就嘴硬吧，你明明就是怕他真开枪。陆明远嘴很硬，什么都不肯交代。据手下说，2个核心副手提前跑掉，带走了一笔资金和部分客户名单，方向是科比深处。让他们跑出去后患无穷。客户名单要是落到别的黑市团伙手里，等于重新养一条线。我去追。戈壁的地形我熟，他们的废弃据点我知道在哪儿。你一个人，他们手里有武器，你一个人去送人头？要去也是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跟着去干什么？你去了，我还要分心保护你。我现在至少不会给人送油送药了。你带路我能跟得上，谁拖后腿还不一定呢。戈壁地形你熟，但你一个人对上2个带武器的逃犯，再熟也顶不住。我去至少能帮你盯个后方。你要是被他们抓住当人质，我更麻烦。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下车送人头的人了，而且他们认识我。陆家的少爷在后头追他们，跑起来会慌，慌就容易出错。那就5个人，江兰带路，陆星驰跟车，我再配3个警员，人手够用。
烟还软，鞋印边缘没干，刚走不久，往西边去了，那边有个废弃矿坑。总部，废弃盗靶遭遇伏击，对方有猎枪，请求增援。重复，请求增援。收到，增援已在路上，30分钟内到达，原地固守。你手抖什么？我又没事，擦破点皮而已，过2天就好了。没抖，我手稳得很，差点被人打中，还说没事。那子弹弹开的火星我都看见了，你蹲在那儿跟没事人似的，我都怕你下一秒就倒了。真没事。陆少爷，别急着高兴，陆总早就留后手了。你猜猜他3年之前把那份客户名单的另一边寄给了谁？陆总让我们做的，车祸现场也是按他说的布置的，把车推下路基，说是疲劳驾驶。那批客户名单他分了3份，自己留1份，另外2份分别给了不同的人，说是以防万一。我爸居然真的是他做的。现在证据都齐了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招了。2个管事的口供对上了，陈星的证词、账册、转账凭证全部归档。陆明远那边也松口了，他让手下把那批客户名单分了3份，藏在不同地方。今天下午已经让人去取了。我爸的事他们也说了。说了，陆明远当年是主谋，那场车祸的调度记录、修车厂改装刹车的时间单据全在他们的供述里，够了。光故意杀人这一条他就已经定了，翻不了。对了，你爷爷让你带的那份文件还看不看？不看了，案子都查清楚了。我爷爷让我带的东西，我猜里面写的不外乎也是这些事儿。真相在这里已经水落石出了，那张纸上的内容没必要再看了。星慈，委屈你了。你爸的事儿我早就怀疑他，只是苦无证据，所以才想让你深入虎穴收集证据。这次多亏了你和江兰姑娘，才能把这个毒瘤连根拔起。没提前告诉你这件事，是怕你短时间接受不了。你别怪爷爷。我不怪你，爷爷，现在我已经长大了。陆爷爷，您别这样。该的，不光是为陆家，也是为了所有受害者。于玉的事儿我听说了，是我们陆家亏欠你的。等他手术的时候，所有费用陆家包了，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药，一定让他醒过来。谢谢陆爷爷，我弟弟已经安排好手术了，费用也都结清了，不劳您费心。江兰，这菜辣不辣啊？我吃不了辣。爷爷，你总是看我干嘛？江兰这姑娘有本事，心性也好，你要是喜欢就好好把握，别错过了。爷爷，你瞎说什么？我们就是搭档。搭档？你给你搭档夹菜夹了3回，我怎么没见你给我夹过？你又不爱吃那盘菜。行了行了，我就多嘴一句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非法产业剥离完了，剩下的正规生意按公益方向重整，下个月基金能启动。以后边境救助站的物资补给跟基金对接，你负责巡线和救人，我负责出钱跑腿。你跑腿别跑丢了就行，那条线上岔路多，信号时有时无，到时候找不到人还得我回头捞你。
戈壁我都跑完了，这几个月跟着你什么路没走过，怎么可能还会跑丢？医院来消息了，手术定在下周3。肾源找到了，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你弟弟的事儿比什么都急，这边我跟李队交接剩下的事儿，你先回去准备入院。我问过主治医生了，他说配型很成功，江瑜的身体状况也符合手术条件，手术成功率在同类病例里排前列，他肯定会醒。你等了那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等了3年了。3年前把他从戈壁送回来的时候，医生说不知道能不能醒。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病房外面坐着，从早坐到晚。后来就习惯了，习惯到都快忘了等的是哪一天了。知道，住院手续、术前检查单、家属签字页都给你备好了，这都第几回了，我都记住了。这段时间总是麻烦您，谢谢了啊。你对象真能干，又帮你跑手续，又帮你叠被子。我家那口子来了就知道坐那儿玩手机。还行，就一般能干，主要是他平时太忙了，这些琐事我顺手搭把手，不费什么功夫。明天手术结束之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上次就说有话跟我说，到现在了也不说。那不一样，反正明天的话很重要。你说不一样就不一样吧，那到时候你说，我听着。陈星，你是本案非法器官交易链中的直接参与者，也是本案关键证人。你向法庭提供的账册、手术记录、转账凭证，是否全部属实？你是否确认这些材料均属你亲手记录或经手？全部属实，手术日期、配型编号、受者姓名，每一笔都在账册上有记录。陆明远手里那些交易，经我手的有47例，日期、地点、收款人全在我的记录里。证人证词及提交物证经法庭核验，与本案其他证据链吻合。本院对陆明远、陆恒等人作如下判决：陆明远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陆恒参与非法器官交易、故意伤害、妨碍公务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。其余骨干成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年不等。涉案资产全部没收。手术很成功，肾源适配很好，病人各项体征平稳，只要安全度过排异期，很快就能醒。我说了会没事的。江兰，法院判决下来了，陆明远那边供述里把那批受害者的名单全交出来了，江玉的名字在第3页。那伙人全对上了，主刀陈星也认了，案子结了。你弟弟的事儿，今天正式落案归档了。小希，姐姐终于替你报仇了。3年了，我每次路过医院都不敢进去，怕他醒不过来，也怕他醒过来我不在。你现在在了。江宇以前跟我说过，等他好了要去戈壁看骆驼草。我说那破地方有什么好看的？他说你不懂，那是你没认真看过。等他能下床了，我开车带你们去。看多久都行，油钱我出。你又来这套，动不动就油钱你出。我除了出油钱还会什么？你教我的那些戈壁生存、止血包扎、认车辙印，我总得有个用得上的地方。
醒了就好，这次真醒了，不会再睡了。你睡太久了，我差点以为……你不打算睁眼了？我好饿。姐，他是谁啊？跑腿的。刚醒不能吃这个。之前说手术完了有话跟你说，我其实憋好久了，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江兰，我喜欢你。从戈壁一直保护我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以前我确实幼稚，路都认不全，还爱逞能。但以后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，什么跑腿、送补剂、出钱都行，照顾你也行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我本来以为这几年除了跑戈壁什么都不会想了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你没打算提前跑回去？哎，那棵歪脖子树还在？什么歪脖子树？那是骆驼成丛，本来就很矮，你记错了。你当时被吓得够呛，连树和草都分不清了。反正就是那个坡，你当时在这坡后面把那个男的扑倒，我吓得以为你疯了。他拿铁棍要砸你，我不扑倒他，扑倒你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胡香林那天晚上，我看你俩的眼神就不对劲儿。江兰，你等等我。以前路过这儿，得提心吊胆，算这油量够不够，怕车在半路抛锚，怕水箱温度往上飙。现在到处都能加，变化真的很大。以前跑这条路，每次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到终点，能出去就能回来。那时候觉得是奢望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终点还有人等着我。以后这个救助站会作为边境沿线巡防的中转补给点，配备急救药品和通讯设备，上天能他一干，又作为贴上选的通讯设备，给边防巡查队和沿途牧民做外围医疗支援，同时基金定期组织巡回义诊，推动器官捐献普及。太好，太好了！那你以后是不是常住这儿，还是跟以前一样跑戈壁？不会常住，但每个月会来一趟，带药来收收情况。有急事儿的话，这张卡片上有微信电话号，拨过去就能找到人。怎么样，牌匾名字没白想吧？蓝星2个字我琢磨了好久，又得把你的放前面，又得把我捎上，字儿还不能太多。救助站又不是我一个人建的，你的名字本来就该排在后面。行，以后牌匾下再钉一行小字儿：副站长陆星慈。陆爷爷，以后是不是该改口叫星慈哥姐夫了？江兰姐，陆总来了。羊肉抓饭，江兰的那份儿我等他忙完一起吃。拿夹板和绷带，联系镇卫生院，让他们天亮前过来接人。疼就说，别忍着。这个角度固定，你忍住2分钟。天亮转送去卫生院拍片。今晚每个半个小时看眼角质颜色，末梢发紫就喊我。醒醒，回去睡。
行了行了，给你炖了汤，喝点吧。味道还行。什么叫还行？我炖了2小时。对了，你后天巡房那趟，我跟你一起。前头河床那段雨季容易塌，2个人有个照应。你上次跟我巡房才走到第3站就说脚疼，那是因为鞋不合脚。你那次穿的是登山鞋，让你去，只要别跟上次一样半路喊饿就行。走了，回去睡。车开不进去了，后面的路骑马走，前面那座山翻过去就是牧场，马走不了的地方还得下来牵。你那双鞋底够不够厚？别走到半路磨穿了又让我给你补。走吧，天黑前得翻过垭口。我刚才问了山下那个护林员，说垭口那边风大，过了垭口下去就是河谷牧场，走路得2个钟头呢。讲着他那大清晨来弄死人了。江兰，他说什么？说我什么了？他说你看着不像干这活的，说你脸上没有风沙的印子，看着跟镇里那些下来拍照的大学生一样。那像我干什么的？像来旅游拍照的。你是打算明天让我背你下山，还是想在这儿冻一宿？明天跟牧民说你是被风刮感冒的。睡你的，我守着火，火还亮着，万一风把火星洒落出来，沾我着了可不好办。进来，冻感冒了更麻烦。明天要翻2个山头，你半路打喷嚏把马惊了，我还得追你。别僵着了，睡吧。你明天要是因为没睡好掉下马，我不会回头捞你，我就当没看见。行了，送到这儿就行。再进去该被老师说了，今天第1天报道，不能迟到。别光顾着高兴，该带的药带够没？带了。陆哥上周就给我装好了，每顿的分量都分好的，连饭前饭后都标了签。他还给你分药，每顿都分好了？就是顺手。他有3个月的康复期，要稳定服药。我怕他嫌麻烦自己停了，就把每顿的量单独装好，贴上标签。万一他忘了，培训中心的医务室也能帮忙照着分。姐，陆哥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把康复训练做完。等毕业了我就回来，去救助站给你们帮忙。我不光不拖后腿，还能搬货记账。以后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你先专心把身体养好，别的以后再说。培训中心那边我打过招呼了，训练别太拼，量力而行。陆哥，照顾好我姐啊。他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都记着。还用你说？你姐什么脾气我比你清楚，她不说的事儿我也看得出来。走吧，他进去了。培训中心下午4点下课，放学的时候还能过来接。今年最高兴，坏人伏法了，星慈也长大了，还带了江兰这么好的姑娘回来，鱼鱼也康复了。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，该了的事儿都了了，该回来的人也回来了。祝爷爷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也祝我姐和陆哥永远幸福，以后每年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。你爸走得早，这东西我替他留了20多年，早点办。这么好的人，别让人家等。你心里有数就行，听到没，臭小子？姐，我刚才看见爷爷把陆哥叫书房了。出来的时候，陆哥兜里鼓了一块，不知道装了什么。我看他那兜平时不放东西的，出来之后，他右手一直没离开过那个口袋。这片戈壁是我们认识的地方，你一个人在这条线上跑了3年，我在野牛峡峡谷里还跟你吵过架，但后来你带我走过这条线，是你让我看明白了什么叫撑住。以前你一个人在这条线上走了3年，以后我想陪你走，走到哪条路都行，
什么车都能开，什么风都能扛。江兰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还有啊，你这石头摆得歪歪扭扭的，左边那边明显多了一块，右边缺了一角。你是不是半夜自己摸黑搬的？你同意了？那破石头我摆了2个小时，老沈在旁边指挥说往左往左，我就搬了3次。你要是觉得歪，我明天再来重新摆。姐，这个场地比上家多几千块，但院子大，你要是想办室外也够。而且它后院连着一条河，照片上看着水很清。我查过了，夏天那边也不怎么有蚊子。那就定这个，多几千块钱换个后院带河的，值了。到时候拍照好看，你们俩也高兴。婚纱店，篝火放仪式后面。牧民们说热闹点好，到时候还能烤馕。老沈说他想弹手风琴，我说行，但让他提前试调，别当天跑调就行。你头发翘起来了，后脑勺那撮像被风吹过，一直没按下去。我一会儿就去洗。婚纱设计师说明天让你去试一下，他说小改几个小时就好。你几点能走呀？我过去接你。大概下午4点之后吧。救助站下午有一批物资到，我得清点完才能走。姐夫，你帽子歪了，你从绕鳌团开始歪到现在了，怎么没个人提醒你？就我看见了。我以为你跑前跑后的忙就没注意我呢，感情你这眼睛一直盯着我看。那边那么多桌等着加水呢，你倒是沉得住气。忙是忙，但你今天可是我姐夫，我不得全程盯着你。姐那边她没注意，我可注意了一路了。岁岁年年，以后每年都回这儿看骆驼枝开花，看风从戈壁吹过来。今年秋天看完了，明年夏天再来看骆驼枝。我以前看过它开花的样子，但没认真看过。你都拍了1天了，手不酸吗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得拍够。以前拍照是拍风景，今天拍的照片以后都能翻起来看，少一张我都觉得亏了。